款非常可爱的小马小杯垫。好，它除了可以当杯垫以外，因为它有一点点，它的边缘有一点高度，其实也可以做成就是像是小物垫啊，或者是放小东西放桌上，回纹针啊什么，其实也不会掉出来，或是记号扣。然后在这个设计的发想呢，是跟上一个影片有关。上一个影片的时候，我们勾了一个小马包。也很感谢大家对上一个影片的支持不过有朋友就跟我说，私讯我说，看能不能设计一个比较小一点的作品，然后也没有兼顾，也没有不一定限定于女生用的作品，可以当成小礼物送给亲友。所以我就把小马包的图稍微更改了一下，然后做了这个作品来跟大家分享。好，然后它不会花很久的时间，然后呢，用到的技巧除了边框以外，所有的针目也都是短针而已。好，我们用到的其实可以用任何的线材啦，通常是杯垫这种小物都是亚克力线或者是细一点的棉线。我这边示范的话，我们就用贝壁夹，手边就有的贝壁夹来示范。然后我用的钩针是6号的3.5 mm 的钩针，可以用你习惯的松紧度的钩针。然后其他需要的线材，还有要做它的鬃毛和尾巴的线材的，就是可以分骨的，或者是比较偏羊毛的线，或是用它本身一样的亚克力线，应该也是可以哦。只是我正好手边没有那个颜色。然后除此以外，我们需要就是基本的工具，像是剪刀，然后一点胶水、毛线针、记号扣。然后其中呢有一个是一定要有的，就是大家可以在上面的 QR code 的连接，或者是影片叙述中也会有连接，可以下载这一张。好，我放在云端给大家下载的这一张，就是算是它的 pattern， 它的织图。我们要依照它来钩织，所以不管是下载下来列印，或者是直接用手机或平板看，然后我们需要这一张。好如果都准备好了，就可以开始咯。首先我们拿出底色，也就是看大家喜欢什么颜色底色的线材。像这个底色，就是我的底色都是用白色，因为我想要延续这个因为它是达拉小马，就是有点北欧风的感觉，所以就用比较简单的颜色。我用白色的当底色，所以我们就用白色的开始。白色的开始之前，我们预留一个线段，线头帮我留稍微长一点。好，我们等一下要把它直接包在第一排的中心，所以线头我们需要一点线头，不要像平常那么短。然后一个结，套进钩针。好，调整好了以后呢，我们要开始起针。这是起针，我们做22个锁针。好，锁针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了，钩针往后靠，绕线，拉出。好，拉出的这个线段不要太长，也不要太短，一直维持一定的松紧度就好，这样子你起的锁针才会比较平整哦。然后起22个。好，22个锁针起好了以后我们接下来要一针起立，起立针。起立了以后，我们回到倒数第2针，就是我们刚刚第22针最后一针那边。好，然后我们把这个 V 字形的针目翻转过来，它的背后有一个凸起，这个凸起叫做里山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呢，第一排的钩织就是要全部钩织这个里山。好，我们可以先把钩针戳进去，这个里山挑起来。挑起来以后，在钩第1针之前，我们要把后面这一个刚刚预留的线头绕回来，
一起挂在钩针上钩织。好，现在看一下哦，我们钩针上有一个圈圈线圈，然后我们挑起的里山在这里，然后再挂上，松紧度先不用管它，先挂上就好。好，把这一条线头的线捞上来，一起钩织一个短针。好，这样子我这一条线就被包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每一针都一样啊，我们挑里山，然后这个放上来，所以上面就会有2针，一个短针，掉了，再一次里山，好，短针，我们钩3针先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好，3针长这样，然后我们翻过来背后看，好，它这一条线被包在里面，这时候可以拿出一个记号扣，我们把记号扣挂在第一针。第一针这里，好，接下来22针呢，我们都照这个方式钩织，然后记得挑起里山以后，一定要包住这条原来是线头的线圈，原来是线头的线，所以这就是第一排22个短针。好，我22个短针钩好了，在这边，好，我先把线圈拉长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，短针是这样站着的。然后啊，这时候会发现，因为中间有包这个新线，然后这边的包这个新线是线头，然后我这边刚开始没有拉到底，对不对？因为这个线头就一直只是包在里面，所以啊，其实是可以调整一下松紧的。好，手轻轻的拉，可以把它这一端这个拉过来，拉过来。可是如果你用力拉，它就会揪成一团，变成这样，然后就不好看。所以啊，可以稍微轻轻的把它顺开，然后调整成正常的松紧度。好，我觉得这样差不多，看起来很平整。好，这时候我们第一排就完成了。好，然后只有第一针挂记号扣，最后一针记号扣可挂可不挂，因为我们等一下翻，我们是要正反两面翻转做钩织。所以如果你不挂记号扣，可是我们翻过来第一针认得出来的话，可以就不挂。然后如果比较新手的朋友认不出来，其实还是可以挂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挂一下。然后因为我们这时候要来看我们的织图，织图在这边，我们第一排刚刚已经完成了，第一排是这一排，好，这一排是白色的，就是没有任何换色。第二排开始，我们就要跟着换色走这只小马的图案出来。然后我今天要用的颜色刚好也是红色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要准备的东西呢，就除了这张织图还要准备红色的毛线啊，你也可以用任何喜欢的颜色都没有关系。好，那我红色在这边准备好了，然后我们看一下织图。第二排开始，我们从这边从右边往左边钩织，所以我们一排是22针啊。所以这边看一下，这边我是0、10到20到22为止。然后图案上来说，第二排有1、2、3针是白色的，接着要换成红色4针，再换白色4针，再换红色4针，最后7针是用白色完成，然后就会完成定位这个小脚的部分，它的2只脚。然后钩织的方式呢，也是一样，就是跟上一篇包包的钩织法很类似啊，就是我们在换线换色的这个动作比较跟平常的短针不太一样以外，并不会太复杂。好，首先我们先起立，起立以后翻面，翻面以后我们就翻到了这个蓝色记号扣，是我刚刚最后一针的记号扣。好，所以这边是最后一针，就是我们现在的第一针。好，可以先戳进去，确定位置没有问题。好，没有问题了以后，把红色的线跟刚刚把线头拉过去一样，我们现在这边钩针上有白色的线，我
把这个底色拿开，看得比较清楚。白色的线，然后短针这边是勾整支短针，不是只勾后半针哦。好，整个短针上面有2条线，然后再来我们挂上红色的线，好，这样一起勾一个短针。好，这是第一针。第一针帮我放记号扣，第一针都挂一下会比较清楚，等一下翻转的时候到哪里要结束。好，第一针挂好记号扣了以后我们刚刚是要1、2、3针白色的，所以第一针好了，我们勾第二针白色的，一样把红色的放在中间，短针。好，第3针呢，因为第3针还是白色的，不过我们最后在结束的时候要把钩针上的线圈换成红色，所以换色就是就是在最后，应该是说原色的最后一针只做一半，然后把它换成下一个颜色。于是我们进钩针进去以后呢，拉出一个线圈到这个步骤。接下来短针的最后一步就是绕线拉出，对不对？在绕线拉出这个步骤的时候，我们把颜色换掉，我们把白色的线往下拉，然后把红色的线捞起来，然后记得，因为我们这个是正反钩织的关系，等一下会比较清楚的可以看到，第一次可能还看不到。好，这一条就是被拉下来的线和这条线交叉的地方，一定要非常的确实的有一个怎么说也不用很松紧度，不用很紧，但是一定要确实的交叉在对的位置。好，然后所以这时候我自己的习惯会把它拉下来这条线往这边一点拉，往右手边拉一点，然后固定着，然后换成套红色的线，拉出一个红色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第3针的时候就成功的把钩针上的线圈从白色的换成红色的。接下来我们要勾4针红色，小马的脚，1、2、3、4。这时候刚开始前3针非常单纯哦，就是把白色的线我们可以放回去了，它把它当成新线包在里面继续钩织。第1针短针，2、3，好，到第4针的时候我们勾一半，新线还是包在里面，勾一半。好，进洞以后拉出一个线圈，这时候2个线圈在钩针上的时候，我们本来要继续勾红色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下一针要换色，所以红色先下台，换成白色上场。然后这时候交叉的地方，如果我没有拉很好，有时候会这样转，然后背面就会不太好看。把它往稍微右边牵一点，用手指压住，然后绕白色的线圈拉出，这样我们就成功把它换回白色了。白色继续钩织4个短针，1、2、3、4。好，第4个短针不要勾完，一样换色，白色往下放，换红色的上来，白色的用手指压住。好，这条线要稍微拉紧一点，往下压，绕红色。好，这样出来了以后，可以把白色放回来，继续钩织红色的4针，1、2。这个只勾到1针不行，1条线，2、3、4。好，第4针我们要换回白线，所以红色往下，白色往上，确定有交叉好，没有缝隙，换回白色。接下来7针都把白色，就用白色的把剩下的7针勾完。然后记得红线要包在里面，2。好，我们第2排钩织到最后一针，正好是第7针，这样针数就对了。最后一针就是我们放记号扣这边，然后把记号扣拿起来，
最后一针勾完。好，这样第2排就完成了。好，完成了以后，我们要转到第3排之前，一个锁针起立，然后我们翻面。好，不过我们在这里先看一下。好，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织片。好，我们的织片啊，就是会依照一模一样这个图来进行，所以它有正反2面，对不对？反面的话，就是小马会变成看这一边，看右边，然后我们这一面这样钩织的话，小马是看左边的方向。然后所以这一面是它的正面，正面就是2排这样子，第一排是全白的，然后第2排往这边的时候，双数排是正面，我们最后是钩织20排，然后所以会转到这一面是正面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的图纸看一下，就是第2排在这里钩完了，第3、第4排都跟它一模一样，就是用小马的脚4针4针的往上涨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继续示范第3排怎么钩织。好，第3排起立了以后呢，把翻面，翻面以后啊，红色的线也要过来，所以翻好面以后，把红色的线往上拉，然后我们开始钩第1针，第1针就是它的前1针，第1针是白色的短针。钩织好了以后，记得第1针放一个记号扣，会比较容易辨识。接下来还有6针的白色，好，到最后1针白色的时候，这边到一半了，钩到一半，捞出个线圈以后，这个时候一样的动作，把白色的往下，红色的往上交叉，好，确定有交叉好，绕线拉出，我们翻来背面看，好，背面其实是我们的正面，好，看其实是看不出来有什么瑕疵的，这样就 OK 了。然后接着4针的红色。好，第4针到这里了，就不要再勾下去了，差一点就过头了。好，红色往下，用手压住，白色往上拉，然后换成白色，看一下反面，没有问题。好，我们继续，1、2、3，好，第4针我们要钩完以后要换颜色，对不对？好，第4针钩到一半，把白色的线往下压，红色的这一条往上捞，我们要钩它。然后在这里啊，我其实有一个在钩织反面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奇数牌13579，因为它其实我们在钩的现在看到的是它的反面，它的正面在后面，它有的时候会不小心在红色和白色的交界处会有比较明显的颜色，就是比较明显的线段跑出来。我这边是暂时没有，但是有一个方法可以预防它，就是我们在换色的时候，好，这边一看会有一个红色的线段，再接一个白色的线圈，就是我们交叉的地方。除了交叉的地方拉紧以外，这时候可以把它这一条线稍微往旁边一点点，减少它中间这边露出来的机会。好，稍微控制一下，看这边这样就会完全看不到。好，然后接下来就是小技巧，没有做其实也没有关系，应该不会对成品产生太大的影响。但是我自己发现的比较容易，就是看起来比较好看的方式。好，到最后一个换线了，我们红色4针钩了3针半以后，红色往下，白色往上捞，然后稍微拉一下，拉一下就是缩短这个红色中间这个交叉的地方的距离，这样就会完全看不到，完全是红色的。好，接下来把剩下的3针钩完，1、2、
后最后一针记号扣先拿起来，然后3，好，我们第3排也钩织完成了。第3排是这样看是反面，好，所以我们要转过来，一个锁针起立，转过来，我们要来钩织第4排。好，起立了以后呢，记得后面的这条红线。好，这个换线钩织啊，其实有的时候，因为换线的手势要它好看，我们正反两面都可以看得清楚的这一种，要好看，有的时候线圈就是很容易交缠在一起。我自己的习惯就是每一圈结束，我会把线圈的位置稍微交换一下，让它变得比较顺畅。好，第4排，那我们来看一下第4排、第3排。这个图啊，我们第2排这样勾过去，第3排就是这样勾过来，到第4排就会又变回3针白色，然后接着下来。其实再往上以后，大家也可以不需要数得很清楚，因为在第2排的时候把脚定位好了以后，接下来就是用相对位置就可以对上来了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咯。好，3针白色的，1、2，下记号扣。好，第3针拿去钩上来了以后，先把白色的往下压，红色的往上拿，然后换红色的线圈套出，这样就换色成功了。接着4针红色的。好，第4针一半，红色的往下，白色的往上。正面这一面其实比较不会，刚刚背面比较容易露出，像这边这一针我就没有拉得太紧，现在是可以稍微把它渡一下，有的时候会看到比较多白色的线段。好，最后这边我就把它稍微密合把要勾的线往右手边拉一下，这个动作它真的就会比较密合，看不太到，所以一些小动作就可以改正。但是如果是钩织正面的话，就比较不需要。3，好，第4针我们下一针要换线了，所以钩一半，白色的往下拉，红色的往上捞。好，确定有交叉好，换成红色。红色再钩4针，1、2、3。好，第4针捞起，红色往下，白色的往上。好，就换回白色了，把剩下的7个针目钩完。2、3、4、5、6，第7针就是最后一针，记号扣拿起来，7。好，我们先把线圈拉长。好，我们现在小马的脚已经完成了，我们钩织到第4排。好，然后呢，接下来就请大家自己把接下来的20排都一起完成。然后我们看一下现在的状态，现在就是这样，就有2只脚伸出来，然后织片会有一点点就是对角线的卷曲，这是正常的。好，除非勾得很松，比较不会卷。但是很松的话，我自己是觉得这个换线的针目就不太好看哈。所以有一点卷曲是没有关系的，等一下我们会有方法让它改善。所以那就请大家把接下来的5、6、7、8、9、10到第20排都一起完成再回来。然后要记得的要点就是说，刚刚换线的时候要把线交换的时候那个交叉点要抓好以外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图纸，最后3排。应该是说18、19、20最后3排，这最后3排是没有换色的，都是白色在外面，然后红色的线可以走在里面。
然后如果有的朋友想要让它看起来再干净一点，也是可以红色断线，然后拉白色的心走在里面。不过我拿一个我的给大家看。其实我自己是觉得好像还好，我也懒得换，所以我就把红色的就是把小马颜色的线继续包在里面，并没有做转换的动作，应该是没有问题的。不过如果真的很在意的话，可以把它换成白色的心。然后第一排为什么用白色呢？是因为刚好有线头，然后我们就直接把线头包在里面就好了。好，那接下来就等20排勾完，我们再回来哦。20排勾完了以后，我们回来做这边这个作品大概第2步，就是我们要收边，让它变成一个正方形。好，那大家完成了再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20圈织完，20排织完了以后会长这样。跟图纸上一模一样，有没有？还蛮疗愈的。然后这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它了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来把它收边。为什么要收边呢？因为可以看到这一排啊，它这边是侧面，所以会凹凹凸凸，有点不平均。然后我们最后要跑个很可爱的球球花边，这样子其实会有一点点影响，所以我觉得还是把它整个收一个正方形的边比较好。所以这时候拿出记号扣，红色的我们暂时不需要它，可以直接断线。然后拿出记号扣，在最后一针这边扣上记号扣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直接往这里走。好，走出一个正方形的，用短针跑一个边。首先一个锁针起立。然后接下来第一个短针帮我勾在第20排和第19排中间，好，这一面会有一个横线，横线旁边这边，我们跑边的时候，侧面我都会把它抓在每2行的中间，这样子比较好认。好，所以这第1针、第2针就下一个2排的中间，然后我们在第1针的地方挂上一个记号扣。等一下遇到最后就是第1针的时候就可以结束了。然后在这个开始了以后，我们接下来先做一件事。我们刚刚在最后一针挂了一个记号扣，对不对？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排第20排的第1针也挂上一个记号扣，其实就是它角落针。然后翻过来，这是起针的那一排锁针。起针的那一排锁针，我们在它的第1针和最后一针也挂上一个记号扣。好，那等一下我们在跑这个边的时候呢，有线头像这种就跟着走进去，像埋在里面一样，这样就之后不用收线头。然后凡是遇到记号扣，不是第1针这个记号扣，4个角落的记号扣的时候，遇到记号扣就是3针短针在记号扣那一针。然后其余呢，上下2排都是1针对1针，除了前后这2针以外。然后侧面呢，都是把短针勾在行与行的中间。好，那我们先试试看这一排。这个侧面，我们把它一直勾织到第1个记号扣的位置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是第1排和第2排，我们在第1排和第2排中间这边勾1针短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遇到了这个第1个记号扣，因为我们要转过去。记号扣拆下来以后呢，我们在记号扣那一针里面塞3个短针。好，我们可以把这边的线头跟着它走，1、2，好，3，好，3个短针以后，接下来这一排是起针的锁针，好，我们就1针对1针勾过去，所以应该会有除了第1针和最后1针以外，应该会有20针。好，我们到最后1针这边，20个短针以后遇到最后1针。记号扣拆下，
然后在这个洞里面钩上3针短针。发现3针短针钩完了以后，其实就转到这一面了。转到这一面以后，我们再钩在每一排的中间，跟刚刚一开始的侧面一样，把它收边，让它变成一个平的边。好，侧面我们这边也收好了以后，好，到这边，在这个转角的地方，记号扣拆下，这个地方钩3针短针。好，然后接着就一直跑过去20针短针。好，20个短针钩完了以后，最后一针这一个针目是记号扣的。好，这时候挂3个短针在上面，那我们边就跑完了。好，3个短针结束以后，我们跟记号扣这个是第一针，跑最后这个收边的第一针。做一个简单的引拔，往回拉一点。好，这样子我们的正方形就完成了小马的织片。好，我可以抽出，往回拉。这边我懒惰没有做隐形的收针，因为等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花边把它盖住。好，这个是我们的小马织片完成了。好，刚刚发现钩织完会有一点卷曲，在最后收边完收个短针的边后会好一点。好，如果我们之后再做这个花边的时候，基本上就因为有一个重量把它压住，其实就不太会翘了。如果最后还是有卷翘的话，大家可以拿出蒸汽熨斗稍微蒸过一次，然后固定一下，然后往反方向这样卷一卷来啦，就会好多了。好，那可以把线头收一收啊，我们刚刚跟着走的线头都可以剪掉了，所以它背后其实蛮干净的，我就没有要用不织布把它盖住，觉得背后也还 OK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拿出红色的线，我们来要做一个很有童话感的球球花边。好，成品长这个样子，感觉有很多泡泡放在旁边，很可爱。好，来咯，首先线打一个结。好，结收好了以后，我们从任何一针开始都没有问题。不过等一下这2个线头是可以一起收，所以我决定就在这个地方。好，钩针进去，把刚刚打结好的线圈套出来。好，我们先来3个锁针，1、2、3。3个锁针好了以后，我们绕线回到第一个锁针，根部这个锁针 V 字形的中间挑起一根线就好，不用找里山啊，这边只要用这边一边的一根线就可以。然后套进去以后绕线拉出，这时候我的钩针上会有3条线。好，接着再一次，总共4次，1、2，第2次绕线，然后再套一个线圈。拉出的时候就把它撑起来，大家都一样高，3次，第4次。好，这时候如果去数的话，你的钩针上会有9个线圈，我们套了4次。然后接下来我们绕线，一次把这9个线圈都拉出来，现在就是一个肿包的形状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刚刚是这一针开始的，好，这一针开始接线的，对不对？中间空一针到它的下一针，直接在这个状态把下一针进洞以后，绕线弄过出来以后，做一个引拔的动作。引拔的时候，你往拉多一点，再收回去一点。
它就会因为这边的线段把它收紧了，变成一个球球挡在旁边。好，这是一个球球，我们总共有30个球球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下一针先引拔到下一针，3个锁针。好，绕线从 V 字形的中间进去，拿出，重复4次，4次，然后绕线一次拉出，然后回到主体空一格，下一格做引拔，掉了，还好没有。好，引拔的时候也拉紧，然后再收好，收回来，它就会变成一个球。然后接下来一样，引拔到下一针，1、2、3个锁针，绕线进洞拉出2次、3次、4次，然后绕线拉出9个线圈，空一格，下一格做引拔。好，然后再引拔到下一个，准备3个线圈开始。好，就会看到呈现这样的小球球，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好，球球的大小跟你拉高的高度，还有绕线圈几次有关系。如果只有绕3次，就会比较像这个就是3球的，然后这个是我们重复4次和3次的。好，大家可以自己试试看自己喜欢什么组合。然后我觉得4次的比较蓬，比较可爱。好，看你喜欢大球球呢，还是小一点的呢？好，都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调整。4次，绕线拉出，空一格，然后到下一格做引拔。好，这样子我们把整圈都跑完，不管是遇到转角还是什么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转角的地方我们刚刚也走过，这个有用3个短针挤在一针里面走一个转角出来，所以都不会有问题的。就是以每3针为一组，第一针就起来锁针3针，然后回到第一个锁针，重复4次绕线，然后拉出的动作。然后呢，最后一次性的拉出9个线圈以后，在主体上空一针，第3针的地方做引拔，所以每3针是一个循环，然后到最后可以把它最后整圈都跑完了，我们再回来收针。好，最后一个球球勾完了以后，我们引拔到主体以后，好，那这边还没有连起来，这边没有关系，我们可以先断线，然后把它抽出。然后我们拿毛线针，把最后那边修饰好。毛线针这个，我们把它到下一针，好，传回来，再套回来，这样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到背面，可以把它们打结啊，然后做收线头的动作啊，在这边我就不跟大家示范哦，这些就是比较基础的，把它藏进短针里，因为我们边边都是短针。然后红色的如果怕很明显，可以沿着红色的这个我们勾的这个边的里面藏，好，可以沿着这边去做藏针的动作。好，那接下来就只剩最后一步了。最后一步就是大家可以看到，就是刚刚会有点卷曲的那个状态呢，会因为旁边我们加了重量，它就会服贴在桌面上，就不太会有卷曲的问题。如果还有的话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用那个蒸汽熨斗稍微蒸一下，然后拉平它，好，接
接下来我们就剩它的鬃毛和尾巴，我们就拿出我们需要的毛线。我还是用跟之前包包同一款的这个，就是剩下的线，还是它很好的用途。尾巴呢，大概6条线去打结，所以会变成12条线，所以我们剪6条，然后也不用特意去量它的宽度，因为这个小作品啊，然后如果尾巴的长度这么长，跟手指的宽差不多就可以了，所以我直接用手绕，2、3、4、5、6，好，它6圈可以剪出6条线，好，我们就直接6条线，好，然后根据刚刚这个图纸，我们把尾巴装在它屁股这边最高点这一针，这边，然后我们可以像学我这样把它吐进去，然后吐出来这样子。然后这个太厚了，6条线太多了，不容易拉，不然就是要去换大一点的钩针也可以呀，但是它洞可能会被撑得比较大，所以我就3条3条拉，好，撑开这样挂紧，然后钩针沿着它走进去就可以拉出来3条线，好，然后再重复一次原来的位置。然后我们再把这3条线也挂进去，少了1条，好，这3条线也挂进去，拉出，然后稍微整理一下，让它整齐一些，然后我们就来打结了。打结的方式跟小马包的一样，好，如果有做小马包的朋友就应该可以自己来，这边接下来的部分都可以自己来。没有做小马包的新朋友没有问题，我这边再示范一次。好，我们不直接做那种抽拉的打结，因为那样会有一大很大的一股在上面，也不是很好看。我想要上面有一个好看的结，然后拉着这些毛线，所以把右手边，我们这边分成右边和左边，把右边的线去绕，从上面到下面去绕左边的线1圈，好，这样1整圈，这6条线一起，啊，左边这边也是6条线一起，好，绕1圈以后，从后面回到右上方的位置，这时候它有形成一个圈圈，对不对？里面有拉着左边的这条线，正好在里面。我们这时候把右边的这一坨线一起从上面塞进去这个圈圈里面，因为它很多线圈，很多条线，所以不是很好操作。好，塞进去了以后，就会先会松松的时候会长这样，感觉下面就有一大丛，这样就对了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再把这个线收紧，然后把它整形成好看，长短两边都可以拉，都可以调整成你喜欢的长度和样子。好，如果要这个结变小，就是拉右边的，因为我们是靠右边的在打结。好，左边这边可以调整一下我这边的长短，然后右边把它拉紧打结。好，我们小马的尾巴就完成了。这一个作品小马包，我比较喜欢把它梳开，我自己啦。这一个我觉得我有一个梳开的，我没有觉得它特别可爱，所以我后来都不梳了。我后来觉得它有这个毛线的感觉挺好的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就不梳它了。好，所以我不梳它，我就把它剪齐，然后喜欢的长度看一下，大概这样子，然后就把它剪齐就好了。好。好，我的尾巴就完成了，蓬蓬的。然后呢，身上脖子背后的鬃毛其实也是一样的。啊，我总共要加4束鬃毛，在这个位置。其实大家可以自己发挥啦，我只是给大家参考一下我自己加的位置。每一个我大约应该就是加3束，所以我总共要剪12圈，12条线，3、4、5。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，好，12条线。
一样也是在指定的位置，我一次拿3条线，然后我是自己第1排不加，我加在第2排，脖子上来啦，第1排我不要，我加在第2排，然后一样的方式，这次我3条线一起过，3条线一起拉出，好，然后收一下，让它两边的长度差不多，好操作。左边可以留短一点，右边长一点。右边去绕左边的线，绕从上面往下面绕一圈，然后最后回到右上方的位置，这样。好，从右上方的位置这边，经过自己形成的这个洞，传到线，穿出来。这样子，这个结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把它调整一下长度，然后收紧。鬃毛其实长短应该比较没有问题，鬃毛就是大家会修剪，然后我们留这么长是因为这样才好打结、好操作。然后大家可以把4束都挂上哦。希望有看得清楚这个是怎么操作的，我再示范一次。因为我觉得这太多股线了，有的时候真的会不见得会看得清楚怎么打这个结。好，分成2边。好，右手这边去绕左手的线，从上面到下面绕出来，绕出来，然后中间形成一个空洞，这边有一个圈圈，自己绕过自己，从空洞这边。空格圈圈这边穿出来，让2股线都从同样一个方向，两边都同样一个方向出来，然后调整长短，拉紧。好，现在大家可以看到哦，好毛的马对，然后啊，接下来可以先依照大家喜好，先把它的结调整好看，然后拉一拉。好，我觉得好这样子，这边有点不整齐，稍微把它都拉整齐一点。接下来呢，就是修剪啊，很疗愈的修剪。我觉得这一款，因为它是杯垫啊，所以或是应该是放在平面上的。如果太长，好像也很阿杂，所以通常这个我都会把它修短短的。我觉得短短比较可爱。好，这样有一点点斜斜的。然后因为它线段比较短，然后我自己也是觉得稍有一点不安全，所以我会拿这种手艺用的白胶，在它们的根部稍微挤一点，让它粘上。静置一会儿，尾巴这边也是没有要把它粘死，然后但是还是希望它是活泼的，但是不要有一天掉下来这样子。好，我的小马杯垫就完成了，线头先藏在后面，好，这样子就假装它是成功的。好了。那把线头收干净以后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作品，可以自己用，心情会很好，也可以送人，然后稍微包装一下，就是很可爱的礼物，可以有比较与众不同的礼物。好，那希望大家都购置愉快，新年快乐，也不一定要新年快乐，可以送给属马的朋友，或是喜欢马儿的人。好，那今天就勾到这边咯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